当强势股展开攻击的时候呢，它会在关键位置的部分会打出红棒，告诉我们说这只标股要发动了。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新的专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台电的强韧电网的计划。那第一档我们要介绍的个股是什么呢？是1503的士电。好 ，OK， 我想身为台湾人，大家都有断电的经验，到了一半突然就停电了。在前几年呢，常常发生。那最近呢，情况比较好。最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首先看一下台电电网的分布的情况。目前呢，整个电网就是采取南电北送的方式。以往就是说，过去几年我们在跳电的过程中呢，台电都觉得它很冤，因为它的电有送出来，可是呢，它的过程之中呢，可能电网断掉了，或者说变电所跳电了，所以就造成台湾部分地区呢就发生了断电的现象。所以说，台湾整个人口越来越多，那用电快速的成长，所以说呢，整个电网就是要做一个更换的动作。那我们就要从过去的集中大型化，而且南电北送的部分做一个改善。那所以在台电呢，在2022年的它有送了一个计划，然后在年底的时候，行政院有拍板定案，释出来的商机有5645亿。那这整个强韧电网计划呢，简单的来讲呢，它这个部分有4300多亿是在推动整个分散电网工程。刚刚我们就已经说啦，南电北送，万一说有一个电网出了问题的话，那容易出现跳电，所以他们朝向就是分散电网。然后有1250亿是在精进强固电网工程，然后16.9亿呢是强化整个系统的防卫能力。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4379亿相对就是说比较多商机的部分，包括了国内的重电业者，还有线缆业者，还有新的储能以及微电网等等的就会受惠。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台电它释出来的商机呢，有分2年、5年、10年，可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了重电啊、线缆这些产业呢，那未来呢就随着这个输配电网新建，还有变电所的新所改建的话，他们的商机就会陆陆续续的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强韧电网商机呢，它预估呢每年的那个重电业者这边的可到的商机大概就是200亿到250亿左右。那再加上呢说未来的发展趋势呢，就是以绿能产业为主。比如说我们举例太阳能光电它就储存起来的话，大概就可以供4万户的家庭1小时的用电。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878投资传承呢是一个专门为您做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是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士电的基本面。那士电呢，原先呢它最主要就是一个重电业者，所以说它最主要客户是谁？台电嘛。那它的产品供应给台电大概占有率大概是35%。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呢，对于重电业者来讲，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一年大概有200到250亿元，所以用这个在台电的占有率去推估未来10年大概每年平均商机就有70亿到80亿元左右。好，那我们看一下士电这家公司呢，它的营运状况。它大概分了几个事业部，有分别是重电事业、开关事业、电装事业跟自动化事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营业比重最大在哪里？40%，就是在所谓的重电产品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介绍的部分。好，那目前呢，台湾整个电力的流程图呢，这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大概介绍过了，大概就是有包括了火力发电、核能发电那还有一些包括了所谓的太阳能啊、风力啊，还有废弃物啊，甚至水力发电这些。以2022年来看的话，发购电量这个地方呢，有高达2507亿度在再生能源的比例已经占到了7.1%。那预估到2050年它的比重会提高到30% 左右。那就是因为说这些绿色发电加入了台电系统，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说它是间歇性的发电。比如说我们以太阳能发电来讲的话，像它白天有太阳，晚上就没有了。风力的部分也是有的时候大，有时候小。所以说这些间歇性的再生能源加入了以后，会使整个电网怎么样？那个发电量这个地方会产生不稳定，一不稳定我们就容易跳电，一跳电的话，我们这些用户就会停电。所以说传统电网必须做老旧的设备做一个汰换，然后所以我们台电有了强韧的
电网计划，前面有介绍过，那就会有微电网商机，因为它由原先南电北送的方式，它希望把它分散化。那分散化呢，各企业各大楼，它就可以弄一个小的微电网，它就需要一个储能。怎么讲呢？就比如说，我们的大楼上面或我们的工厂上面，我们放太阳能板，然后有日照的时候，我们就把能量储存起来，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放出来。那以士电这个家公司来讲的话，它拥有所谓的宏德能源这个地方的持股，那这个就是专门就是为绿能管理的一个公司，那就可以接到一些储能建制案的订单。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再把电力输送供电的时候，供电用、企业用、民生用电，还有我们之前介绍充电站、充电桩这个地方需要，士电利用企儿型转投资这家公司呢，提供呢电力控制盘还有 DC 等开关等。那我们再看政府长远的目标呢，在2025年之前呢，他就打算新建燃煤厂了。那预估就是说它的储能设备呢，预算就450亿。那到2030年，风力电网这个地方整个容量就会到40 GW， 所以说整个再生能源预算就高达了2107亿元。那这就是各重电业者看好未来的商机。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以重电业者来讲话呢，它过去就是发电、变电，然后输电跟配电，它就会需要一些产品，包括了发电机变压器那电动机、配电盘这些，还有开关设备、电瓶器。那整个呢，未来的发展就是说，从发电到变电，它会变成一个智慧电网管理，一个储能的管理。这就是重电业者最近会业绩会相对就是说大家比较看好，股价相对比较强势最主要的原因。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财务分析的部分这是我们每次都会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不同的公司、不同产业的部分，我们都用所谓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 这个地方。那它主要的公司呢，我们可以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可以算出来它的 ROE，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细分切成3块，就是用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乘以权益乘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十电这家的年财务报表的状况。从2018年呢一直到2022年，我们会发现呢，从2020年它的 ROE 逐步的往上做一个缓慢的提升。那最主要是来自于税后存益率的缓步做一个提高。那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也有改善，权益乘数也是逐年往上升。它 ROE 的改善是来自于税后存益、总资产周转率以及权益乘数这3个都有往上提升。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季报的部分，我目前为止手上所拿到的资料最新的数据就是到2023年第一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2023年法人预估它的 EPS 是4.6亿元，整个获利成长率呢 19%。在2023年也受到了美国升息的影响，然后造成全球的 GDP 是衰退，所以大部分的产业今年来讲话呢，整个获利就是说是呈现衰退的现象。那士电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包括电的电网商机以及一些绿色能源的商机，所以我们看它获利是持续的成长。所以讲到这边呢，其实不看技术面，大概都知道它的技术面是怎么走了。好，我们看一下。